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不可否认，赵丽颖要比刘亦菲强很多。网友：赵丽颖变化太大。看过《花千骨》的小伙伴们肯定记得那个奶萌奶萌的小骨，没错，就是赵丽颖演的。那会儿她那张娃娃脸，可真是把观众的心都给萌化了。时光飞逝，这部剧都播完好多年了，但姐姐的颜值依然在线。要是现在重播，热搜榜怕是的被她霸屏。再看看《与凤航》里的她，那叫一个惊艳。从当年的萌妹子华丽转身成了气质女神，这波进化也太成功了。要知道她中间还当了回妈妈呢，但产后复出不光没走样，演技反而更上一层楼了，这种进步速度简直让人啧舌。回顾一下她的蜕变之路，2014年金鹰女神的时候还是个青涩的小姑娘，到了2024年亚洲电影大奖，那气场那气质，简直就是从邻家妹妹进化成了女王大人。网友们都说她那完美的头型和饱满的额头，配上以前的甜美和现在的贵气，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颜值。有人说这是整容的功劳，别闹了，这明明是岁月给她的馈赠。经历过人生百态后的沉淀，才让她有了今天这份从容。她那张小圆脸就是天生丽质，眼神从青涩到坚韧的转变，也是时光雕琢的痕迹。说到美人，怎么能不提刘亦菲？玫瑰的故事里的她，美得不太真实。在娱乐圈这个美女如云的地方，她就像是从古画中走出来的仙子，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。刘亦菲的美，是古香的美，那种天生丽质的底子，让她的美貌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她的五官，特别是那个恰到好处的鼻子，既保持了女性的柔美，又带着一丝英气，难怪她能演活那么多经典角色。从少女时期的灵动活泼，到如今的冷艳仙气，刘亦菲完美诠释了女性不同阶段的魅力。小龙女、王语嫣、灵儿、虞姬，每个角色都让观众惊叹不已。不过说实话，年龄这个杀手锏谁都躲不过，现在的她确实比不上巅峰时期那般惊艳了。说到底，为什么觉得赵丽颖更胜一筹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励志故事了。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本，全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。即便结婚生子后复出，状态依然在线，这种自我管理能力也是没谁了。而且赵丽颖给人的感觉特别接地气，这也是她能收获那么多真爱粉的原因。从村姑到影后的逆袭之路，不仅仅是颜值的进化，更是实力的见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美人各有千秋，比来比去也没什么意思。能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保持本色，既有颜值又有演技，这两位都是难得的实力派。网友们都笑称，一个是仙女下凡，一个是凡人修仙，这形容还真是贴切。不管是天生丽质的刘亦菲，还是努力向上的赵丽颖，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同是85后小花，把刘亦菲和赵丽颖拿出来一对比，两人天差的别。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开局之战，但有人一出生就是顶配开局，有人却是从零开始的白板。同样是1987年生人，刘亦菲和赵丽颖就成了最好的例子。一个是艺术世家的掌上明珠，一个是农村家庭的平凡女孩。一个一出道就是角色女主，一个熬了好几年的龙套配角。这两位85后小花的人生轨迹，仿佛是命运开的一个巨大玩笑。但是真的只是命运在作怪吗？说到底，命运最爱玩的就是对比梗。刘亦菲这个开局，简直就是老天爷开了外挂。爸爸在外交系统呼风唤雨，妈妈是舞台上优雅绽放的艺术家。
这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黛玉，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。就连她的美貌都像是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完美继承了妈妈的仙女基因。在这种高配的家庭环境里长大，自然而然就带着一股子优雅从容的气质。而另一边的赵丽颖，就是典型的平民英雄剧本了。在河北廊坊的农村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家里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人脉，但这种环境反而让她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。说起来也是有意思，这两个出身天差的别的姑娘，都靠着仙侠剧一炮而红，只不过一个是天降女主，直接空降金粉世家的核心位置，紧接着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王语嫣，那气质那颜值活脱脱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仙女，难怪大家都叫她神仙姐姐，这简直就是最适合她的称号。反观赵丽颖的起步，那可真是从娱乐圈的阶梯最底层开始往上爬，背着大包小包跑龙套，演过路人甲乙丙丁，也演过各种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但她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，越挫越勇，每个角色不管大小，她都倾注全部热情去演绎。这种性格跟她的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农村出身的她深知机会来之不易，所以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坚持。这不正是命运最爱玩的戏码吗？同样的年龄，不同的人生起点。说起这两位的代表作，那可真是让人记忆犹新。就是这两部剧直接把他们送上了娱乐圈的神坛。记得当年《仙剑奇侠传》播出的时候，简直是掀起了一阵全民追剧的热潮。刘亦菲饰演的赵灵儿，完美诠释了何为仙气飘飘。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灵动中带着一丝忧伤。特别是对着胡歌饰演的李逍遥喊出那句“逍遥哥哥”的时候，甜度简直可以闪瞎所有人的眼。这个角色仿佛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，连动作和表情都散发着空灵的仙气。而赵丽颖在《花千骨》中的表现更是一鸣惊人。从第一集开始，她就用自己独特的演技征服了观众，特别是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，灵气十足，演起来格外传神。每次喊着师傅的时候，那种甜甜的感觉，简直让人心都要化了。这部剧不仅让她成功逆袭，还一举成为了85后花旦的领军人物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两部剧的爆红背后其实藏着很大的差异。刘亦菲演赵灵儿的时候，已经是圈内的当红小花了，人家之前拍的都是《天龙八部》这种级别的大戏，而赵丽颖在接到花千骨这个角色之前，可是吃尽了苦头。从金婚里默默无闻的童多多，到锁清秋中连名字都没有的丫鬟，她就这样一步一步，在龙套和小配角的道路上默默积累着经验。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色，都是她通往成功的垫脚石。这种完全不同的成长轨迹，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演技风格，一个空灵淡雅，一个接地气活泼。但不得不说，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完美诠释了各自的角色。在爆红之后，两个人的事业轨迹就更有意思了。刘亦菲这边可以说是走起了精品路线，《功夫之王》里的金燕子让她首次尝试了动作戏，《倩女幽魂》中的聂小倩又把她的空灵气质发挥到了极致。接着是铜雀台的邻居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白浅。每一部作品都经过精挑细选，像是在慢慢品一杯上好的茶。这种节奏说白了就是不慌不忙，稳扎稳打。反观赵丽颖这边，简直就是开启了闪电模式。《陆贞传奇》才收官，《杉杉来了》就开拍，《知否老九门青云志》《楚乔传》一部接一部，这工作量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有三头六臂，天天连轴转的工作状态，愣是让她把拼命三娘这个称号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而且每部剧的风格都不尽相同，
古装、现代、悬疑、言情，全都来者不拒。最近这波两个人的选择依旧截然不同。刘亦菲的《梦华录》优雅从容地演绎了一个宋朝女子的创业故事，每个眼神、每个动作都透着一股子大家闺秀的气质。而赵丽颖的《风吹半夏》又是全身心投入的那种，每场戏都拿出200%的镜头来演，生怕观众看不过瘾似的。这就是最真实的他们了。一个像是在精心绘制一幅工笔画，一笔一划都那么讲究；另一个则是在画泼墨山水，大开大合，酣畅淋漓。各自的选择背后，都藏着他们对演艺事业不同的理解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们选择的道路或许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刘亦菲就像一坛陈年老酒，不急不躁地沉淀着自己，有着优渥的家庭背景做底气，她完全可以用最舒适的节奏来挑选作品。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，反而让她在演艺圈站得更稳，就像一位优雅的贵族，不需要和别人比快，只需要做好自己。而赵丽颖则像一杯烈酒，浓烈、热烈，充满了拼劲。没有显赫的背景，她深知机会的珍贵，所以才会拼了命的工作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。这种拼搏精神让她在演艺圈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回头看看这些年，两个人都收获了自己想要的成功。一个收获了神仙姐姐的美誉，一个赢得了拼命三娘的称号。这不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吗？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在演艺圈这个大舞台上，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，有的只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和坚持。刘亦菲用优雅诠释着演员这个职业，赵丽颖用努力证明着梦想的分量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，这就是85后小花最真实的样子。有人说他们之间有差距，但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在这个群星闪耀的舞台上，他们都是最独特的那颗星。